这一块大骨头是腊骨头，我们年前腌制的，今天就来吃这个，可是好东西哦。先把它宰开一下，放入温水中清洗干净。吃这个腊骨头就不是吃它的肉了哈，主要就是吃这个骨头的香味。清洗干净的大骨头放入汤锅中，焯开后把浮沫全部打掉，丢上一点姜葱、干花椒，盖上盖子，用最小火先炖1个小时。香料准备了一点莲藕，这里还有一个冬笋。冬笋把这个老一点的去掉之后，再来剥这个壳，清洗干净，切一下。冬笋把它切成小一点的块，莲藕也切成块。冬笋下锅焯一下水，来点盐。主要是去除它的涩味，避免等一下煮到汤里面。冬笋煮3分钟后漏出来就可以了。放入这个汤里面一起炖，莲藕等会儿放。大骨的时间熬来差不多了，揭开就是全部香味呀。现在连汤带肉转入砂锅中，下入莲藕。莲藕最好不要用那个铁锅炖，要不然炖出来它是黑色的。盖上盖子，烧开后用最小火再炖15分钟就可以了。汤的时间熬来差不多了，揭开盖子，调味一点谷氨酸钠，增加鲜味。活转的，哇，看起来就有点安逸哦。莲藕，还有腊骨头，还有冬笋，盐味刚刚好。接下来关火出锅就可以了。撒上一点性感的葱花，美味继承。非常好吃的冬笋莲藕炖腊大骨就做好了，做法呢也简单，这样子吃起来是汤鲜入烂，看起来就特别的过瘾。喜欢的朋友可以收藏着，有时间的时候试着告一下，不喜欢的免费看完就撒个。一个这骨头嘛，特别的香。这个生意脆爽。我的那个汤来泡饭，我最喜欢喝这个汤了，汤里面满满都是腊骨头的香味，比酱大骨还好吃，你相不相信？我不想，我相信。你相信？不，我还是觉得酱大骨好吃。感觉我们2个今天都没精神，是不是？昨天晚上没睡好，是不是？真的，我睡了好久，现在我都还想睡。还想睡啊？我也想睡。好，你过来给我汤泡饭嘛。这汤好鲜。这小骨头我来啃一个，我现在率先啃一个骨头。好吃。那这点肉分量给他吃看。你先尝尝看，尝了人家又啃。然后夹起来。熬点汤来，一点点。汤包饭好好吃。最少。很香。好。除了香还是香，不咸不淡，刚刚好。真的特别香。这个汤好喝。里面的藕跟笋特别鲜的。肉也好吃。肉我还没吃。我感觉这不好吃。为什么？你为什么这个不好吃？不好吃给我吃。不喜欢吃腊肉吗？对。哎，你是对肉过敏的吗？我一下子我吃都吃下去了。四川人年夜饭上肯定是少不了这个鸭子嘞。今天呢，准备了一只土鸭子，给大家分享一个四川人年夜饭上的经典菜——扣鸭。鸭子已经打整干净了，再用喷火枪稍微把毛漂一下。一只鸭子的话，我们肯定是吃不完的，坚决不能浪费粮食。
所以呢，先斩半只下来煮，先把它清洗干净。锅内先烧一点水，清洗干净的鸭子把翅滚还有脚杆宰下来，下锅焯水，高度白酒来一点，焯开过后煮5分钟的时间，记得中间要翻上一面，把它焯透。鸭子焯好过后捞出来，再次冲洗一下，另起锅烧水，丢一点姜葱、干发椒口口，料酒少许，焯好水的鸭子给它放进去，烧开过后转小火，先煮半个小时，把鸭子肉煮熟。香料我们就准备了一点这个海鲜，裹起来，现在把它切成丝。在我们四川过年的话，一般都会整一个海鲜炖鸭子。切好的海鲜下锅焯一下水，这一步主要是煮去它的寒味。焯开过后把它露出来，自然晾凉就可以了。再来准备一点泡姜、泡萝卜，还有泡辣椒，通通切成小条。这个鸭子已经煮来差不多了，揭开盖子，先把它拈出来晾凉。古老的誓言，昨日的梦，以及渐渐的流转。风花雪月的诗句里，我在念念你成长。锅内放一点油，然后下入泡菜还有这个泡海椒，煸炒一下。炒香过后下入煮鸭子的这个原汤，因为鸭子肉的腥味比鸡肉要重一点，所以我们把它做成了一点酸辣味的。当然大家也可以做成寒暄味的。调味盐、糖、果干酸辣、胡椒。烧开过后转小火熬煮3分钟。煮熟的鸭子已经冷却，现在来改刀，先把这种比较好看一点的再来摆在下面，皮朝下的摆在下面，剩下这些乱七八糟的随便宰起就可以了。放入焯好水的海鲜，淋上刚才炒好的酸萝卜汤。这个萝卜先不要放上去，主要是靠这个汤给鸭子提味。蒸锅内水开，下入装好盘的这个扣鸭。盖上盖子，用中火给它蒸1个半小时就可以了。这个鸭子的时间蒸来差不多了，现在揭开盖子，把它取出来，给它扣一个大点的盘子在上面，趁它不注意的时候翻过来。这个汤刚才我已经避掉了一点哈，不能避来丢掉，把它避回锅里面。大家看漂亮噻。最后把这个烧好的汤还有酸萝卜全部放上去。最后撒上一点性感的葱花，美味继承，非常好吃的川味扣鸭就做好了。鸭肉啃起来鲜香，汤汁酸爽，海鲜也是特别的美味。喜欢的朋友可以收藏着，有时间的时候试着告一下。不喜欢的免费看完就3个，2个剩菜，1个鸭子，吃鸭子噻。这萝卜特别好吃，吃鸭子不香吗？我喜欢吃里面的泡萝卜。入味的。好多毛啊，毛你不清干净。吃一块。这土鸭子一吃就吃得出来。废话，做扣鸭只适合土鸭子，吃了鸭子的话根本没法下口。这萝卜真的特好吃。酸辣味的更安逸吗？还是寒暄味的更安逸？觉得？酸辣味。对，有海鲜咯。这个海鲜也好吃。萝卜我盐，还是萝卜泥。我觉得太辣呀，你觉得老板？哪有辣味嘛？